什么？叫我照顾你7个女儿？你是要把我榨干吗？小王八蛋！让你照顾，又不是让你娶她们。哼！这3年我没亏待你，一身本事都教了你，拜师费不要了。出去后，保护好我7个女儿。哦吼，7个女儿，7个媳妇儿，看不出来啊，老头儿，你年轻时候挺风流。我可以帮忙照顾，但你怎么不自己去？以你的实力，这监狱不是想走就走？我只剩1年3个月07天05个小时09秒的寿命了，没机会了。恭喜啊，终于要死了。3年前你说还有507年，3天前又说208年，现在精确到秒，你当自己阎罗王？闭嘴！出去以后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记住，鬼门弟子只能欺负别人，绝不能被人欺负。祖训还记得吗？支棱起来！对，你得支棱起来，去报仇，把媳妇儿抢回来，也照顾好我7个女儿。知道了，老头子，等我报了仇回来，请你喝酒。孟博，老子杀了你！孟博，这3年每一笔我都会讨回来。你可算出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乖，不哭了。哥出来了，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。爸和妈呢？爸和妈在忙呢，他们叫我来接你。那个，你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饭，给你好好接风洗尘。你从小一撒谎耳朵就红，爸和妈到底怎么了？快说。也没什么，爸妈本来要一起来接你的，临时有事儿了。有个邻居在家里，爸妈在招待客人。那个，咱们还是先去吃饭吧。小雪，不许骗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没什么大事儿，咱家欠那个邻居的钱，他今天来要账，说今天必须给。多少钱？3万。把钱还了不就行了？可是家里没有钱了。小雪，把话说清楚，家里到底怎么了？你入狱后，孟博要1000万赔偿，不给就让你判15年。厂子、车子、房子都卖了，还借了好多钱。现在咱们一家住在垃圾街，爸妈在菜市场卖菜，3天2头有人上门要钱，昨天还有人推了妈妈。今天这个人说不还钱就打死爸爸。走，回家。人出来了吗？算算时间，已经快到家了。安排好了吗？安排了一个肝癌晚期的亡命徒去找事儿。这一次一定让陆岩牢底坐穿。不够，这次换个监狱，先弄瞎陆晨2只眼睛，再安排100个犯人轮流弄陆晨。我要让陆晨生不如死，请大少爷放心，这一次一定办妥。立刻备车，大少爷要去现场看陆晨被抓。郭家老爷子快不行了，郭家人都在医院。现在是接近郭诗文的最佳时机。这一次，郭诗文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他爸，你没事吧？白洪涛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们家是借了你的钱，可当初说好3年内连本带利还清，这才半年你就上门逼债。咱们左右邻居，我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你就算把我们打死也拿不出3万块啊！你儿子不是出狱了吗？叫他给钱啊！我儿子在里面待了3年，哪来的钱？小白，欠你的钱我们绝不会赖，请再给一点时间。算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妈，别跪！谁呀这么大声？这年轻人眼熟，跟老陆长得像。是陆家那个儿子吧？新婚夜把人打进监狱那个。打我爸，逼我妈下跪。你打我爸？我打了又怎么样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不仅打他，我还要打你。哎呀，杀人了！快报警啊！老白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报警，千万别报警。老白，我儿子刚出来，一时冲动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替他给你赔不是。杀人了！劳改犯又打人了！快报警！快给你白叔认错！你才刚出来，不能再进去了。儿啊，妈求你道个歉吧！哥，你道歉啊！
命中带煞，阳寿被扣，3位真火灭了2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贫穷则父母不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你们家1年内最少死2个人，除了你，还有一个，目前住院的那位。陆晨，爷爷病重，出狱后立刻来医院。郭诗文，那个疯子应该出狱了吧？老爷子病重，怎么还不露面？我看他是没脸来郭家，一个劳改犯来了也晦气。陆晨有事，一会儿就到。劳改犯能有什么事儿？有事能比爷爷的命还大。当年爷爷可最看好他。他在里面待3年，出来还能算个男人吗？也可能在里面憋疯了，去找人去了。那咱们好姐姐可得小心点儿，别被传上什么病。想多了吧，人家现在没准已经不喜欢女人了。闭嘴！陆晨是你们的姐夫，别太过分。那种废物可不配做我姐夫。爷爷当年那么喜欢他，他出狱都不来看一眼，说得过去吗？一个劳改犯都不把爷爷放在眼里。病房外面吵什么？都给我安静点。文文，我来了。我听说老爷子病了，特意带了些礼物来看看。文文，我知道3年前那件事让你误会我，可我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你，我只是太爱你。咱们3岁就认识，小学初中都同班，你一直是我心里唯一的妻子人选。那天突然听说你要嫁给一个陌生人，我不甘心，喝多了才做出丧尽天良的事。这3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。我不求你现在原谅，但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让我陪你一起去见爷爷。姐，孟少都这样了，赶紧答应啊！就是比那个不敢来的劳改犯强10000倍。哟，堂堂孟家大少，竟然想当小三，要不要点脸？真热闹啊！陆晨，我说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原来是你这个劳改犯带来了一股妖风，在监狱里不放过我，出狱后还不放过我。孟博，你真够毒！打我！这一巴掌是为了失言。3年前你欺负我，这只是开始。你欠他的，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你个乡巴佬算什么东西？诗文和我青梅竹马，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们一家穷鬼、垃圾、废物，只配被本少骑在身上当牛做马。本少心情好，赏你们一口饭；心情不好，你们就该饿死。活着浪费资源，死了浪费土地。说完了，说完，我继续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干什么呢？菜市场吗？老爷子在休息，你们吵什么？都小点声。回来，准备一下吧，老爷子快醒了。诗文，对不起，不管你多讨厌我，我都不会放弃。3年前真的对不起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下午我约了张董喝茶，你不是一直想跟他合作吗？我帮你引荐。你想去就去，工作重要。张董很忙，明天就飞京城，错过今天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可就不一定了。把具体时间地址发给我，我会过去。好，我去安排。老爷子醒了，你们进来吧。孟大海，你他妈怎么办事的？爷爷，你不能离开我们呀！您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个面相不对劲，属兔火命，按命火看确实病了，可这不是风中残烛，是一团炉火，难道在装死？人都到齐了，老伙宣布吧。经过医院诊断，董事长只剩最后1个月寿命。今天召集各位是要分配家族产业，除郭氏集团外，还有娱乐会所、郭氏大酒店、游艇会议以及橱柜厂等8个产业。1个月内业绩达到预期，便可继承项目。各位自己选吧。我对娱乐会所的业务最熟，这会所里条归我所有。集团的酒店业务向来是我主管的，那我就要郭氏大酒店吧。集团最赚钱的就是会所和酒店，你们父子俩想全吞下，未免太贪了吧？郭氏大酒店不能给他们，我女儿是学酒店管理的，这酒店得归我。那我要辛亥的游艇会所。爸，诗文也有自己的想法。诗文，说说你的想法。爷爷，我想要橱柜厂。橱柜厂那可是最差的产业。放着郭氏建筑不要，他到底图什么？诗文，你说错了，你想要的不是橱柜厂，是郭氏建筑，对不对？你讲话呀！我的目标的确是橱柜厂。诗文，你确定要橱柜厂吗？是的，爷爷。诗文，你看来你爸有不同意见。你已经结婚了，有自己的家了，不用只听你爸的。不过，也该问问陆晨的意见。陆晨，
你来选一个产业吧。陆晨又不是郭家人，凭什么让他选？一个上门女婿，也便对郭家的产业指手画脚。爷爷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这几年文文一直忙工作，我也不在家，都没能好好陪你，所以我决定这几份产业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安心陪在您身边，每天给您送1日3餐，陪您走完这最后一程。爷爷都快不行了，现在来打感情牌？集团股权早分完了，今天不要产业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堂姐，你还真是娶了个好老公啊！不但让你背上劳改犯女人的名声，还把家产往外推，厉害！姐姐什么都好，就是看人的眼光差点。刚才要是带孟大少进来，橱柜厂和郭氏建筑不就都是你的了？你确定吗？什么都不要？确定。如果诗文想要橱柜厂，那是他的事，我会支持他。但我个人什么都不要。陆晨，诗文要的是郭氏建筑，不是橱柜厂。另外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立刻滚出去！爸，诗文选择什么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作为丈夫，我支持他的一切决定。爷爷也说了，他成家了可以自己做主。爸想要郭氏建筑，可以自己去争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让你讲话了吗？行吧。爸，郭氏建筑是诗文一手创建起来的，这份产业本来就属于他。他真的想要郭氏建筑，请您……是诗文想要还是你想要啊？你们两个决定好了？决定好了。决定好了，我要橱柜厂。我什么都不要。什么都不要，不要钱，不要产业。你刚刚出来，这可是你翻身的好机会。你确定什么都不要？橱柜厂，一个小小的厂子，业绩一年比一年差。建筑业倒塌后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实体业。这个厨具厂赚不了多少钱，不及郭氏建筑的1/10，你忍心就这么放弃？陆晨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可以，过段时间再离。我才刚刚出狱，现在就离婚，我怕父母那边不好交代，给他们一个缓冲时间。老爷子阳寿未尽，5年内不会死。行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却偏说1个月后驾鹤西去，这是有猫腻。夫妻一场，先帮他看完。这小妮子害羞了，下巴圆润，天鹅饱满，双全有肉，大富大贵，还是旺夫相。鼻尖有美人痣，一泛桃花，但人中平滑，感情专一。是个好媳妇儿。要是真能厮守一辈子，好像也不错。我去买点东西。我老婆真美啊，可惜要离婚了。怎么了？帮我拎一下。下午见的客户这么重要吗？买这么多东西？你身材挺好的，可以考虑当个模特。模特不适合我，凭老头教我的医术和玄学，想出人头地不难。我要去当模特，老头知道了能一巴掌劈死我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再见。长得挺帅，就是太高傲，高不成低不就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爸妈，你们不用出门接我，我又不是小孩了。文文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就来，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嫂子，你来啦，我都想你了。合着不是来接我的？今天陆晨出来，我本该接风洗尘，可爷爷突然病重，我只能先去医院，抱歉。爸爱喝酒，我买了几瓶，一会儿让陆晨陪您喝2杯。妈嗓子不舒服，这是蜂蜜。小雪，这几件衣服我看着适合你。陆晨，我的事情晚一点再处理。你们聊，我去炒几个菜，文文吃完饭再走。妈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得见客户。今天来是有点事儿，想跟您和爸商量。嫂子，你不会是要跟我哥离婚吧？当然不是。呼，吓死我了。那你想说什么呀？我跟爷爷打了个赌，由我经营橱柜厂，只要下个月营业额不低于这个月，他就把厂子给我。可我不熟悉橱柜行业，所以想请爸出山。下个月爸当厂长，工资暂定5万，等我正式继承后，再给爸50%股份。妈以后负责员工食堂，厂后面有套3室2厅的房子，收拾一下。过段时间你们搬过去，小雪也能有自己的房间。不行，无功不受禄。我几年没碰这行了，哪配5万工资，更别说1半股份。文文，我知道你为我们好，可这么大的产业，我们受之有愧啊。嫂子，这些年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，橱柜厂我们绝对不能要。爸妈，什么叫受之有愧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是为了我爸妈？
才放弃国式建筑，要出贵厂的。你父母能力很强，只是被孟博打压才变成这样，一切因我而起，这是我欠你们家的。橱柜厂在我名下，孟博不敢再打压，爸妈安心上班，不说大富大贵，至少衣食无忧。还有，离婚的事最少再等1、2个月，等我继承家产后再离。爷爷喜欢你，应该能给你分些产业。我不要，钱我能赚，我不是吃软饭的。我不是为了你，他们是你的爸妈和妹妹，也是我的爸妈和妹妹。我先走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文文对咱们家太好了，我和你爸心里感动。哥哥，你不会和嫂子离婚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我撑不住的时候，都是嫂子陪我说话。放心吧。对了，白洪涛呢？里边呢。陆晨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他一直低烧神志不清，5家医院都查不出，病危通知书都下了。昨天孟大海说能带我儿子去京城治病，费用孟家出。只要我今天来闹事，我错了。白洪涛，你可知罪？我不该为了钱替孟家陷害你。看在这几年我没少帮你爸妈的份上，救救我儿子吧！你们父子阳寿未尽，遭折磨，是因为你当年做了恶事，报应到了。还不认？7年前赵家姑娘始乱终弃，一死2命，你还不认罪？告诉我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7年前，我25岁，仗着长得还行，身边女人不断。我那时只想玩，没想负责。赵嬷嬷说她怀孕了，我觉得就一次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我怕麻烦，就把短信、电话全拉黑，还换了工作。我以为她闹2周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她找了我3个月，最后从楼上跳下去，1尸2命。陆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他要怪就怪我，我儿子是无辜的呀！帮帮我，我给你磕头了。给我磕头没用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想救你儿子，必须让赵萌萌的怨气散掉。他的墓在哪儿？他家在哪儿？知道，我知道，只要能救孩子，我马上带你去。来，我先提一杯。来，我再提一杯。祝文文和张董合作顺利，走一个。文文，你不敬张董一杯吗？张董，酒先放一放，我想跟您讨论一下天成雅典的橱柜合作。天成一期1200户，橱柜厂可以承接全部订单，整体纯实木，台面人造石英石，颜色随装修风格调整，定价2100元米。郭小姐的报价确实有诚意，但是吧，我们集团和欧氏合作快10年了，有感情。可郭小姐又这么有诚意，我真是难办啊。欧氏报价最低也要3500，您放心，橱柜厂质量绝不比其他差，就是不知张董哪儿还不满意。孟公子介绍的人，我当然放心。至于不满意的地方嘛，嗨，也没什么。这样吧，每盐米我再让100块，这已经是市场最低价了。张董要是还价，我也没办法。郭小姐客气了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就是不瞒你说，我3年前就见过郭小姐。郭小姐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，订单什么的都不是问题。对不起，张董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据我了解，你也结婚了。我们今天是谈生意，其他事情不要再提。张栋才，看你点脸了是不是？孟博，你小子狠，咱们之间的情谊算断了，你以后别再打了，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孟博，别打了，别闹出人命。诗文，对不起，我本想帮你拉关系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别自责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只想你开开心心的，不想你受一点委屈。像这种人，就是该打。难道他对我真的是真心？萌萌，当初是我不对，害死了你和孩子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以后逢年过节了，我都会来看你。回去吧，记住你的承诺，以后逢年过节来看看他，否则他还会回来的。是，为了我儿子，我一定来。这地方叫山水1号，一栋好几千万，住的全是有钱有势的富豪。这房子不适合住人。不适合住人？朋友，这是在干嘛？下个星期结婚，我们提前布置一下。
这宅子阴气很重，不适合居住，更不适合结婚，否则3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。哪来的江湖骗子，跑这骗人来了？赶紧滚蛋！言尽于此，爱信不信。小雅发错了，语气这么急，这不是了。文文，你知道吗？5岁那年玩过家家，我演皇上，你演皇后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一定要娶你。读书时你看书，我看你，我甚至跟我父亲说，这辈子……孟博，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。不，在我心中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我爱你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娶。孟博，我已经结婚，我不在乎，我愿意等你。你离婚，随时跟你领证；你不离婚，我就一辈子默默守护你，为你遮风挡雨。小雅怎么还不来？孟博，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整天黏着我老婆，是欠揍了吗？陆晨，郭诗文都快答应了，你这个煞星偏偏来搅局。陆晨，你误会了。走吧，先送我回家。我喝多了，想冷静一下。陆晨，虽然你现在是文文的老公，可她嫁给你是被逼无奈，我是不会放弃她的。我要跟你公平竞争。诗文是我老婆，竞争个屁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张董。张董是地产界传奇，15岁出门打工，20岁创办集团，现在是排名前5的开发商。孟博请来的。怎么了？你以前见过张董吗？没见过。陆晨，我真的醉了，先送我回家可以吗？陆晨，你干什么？孟博今天帮了我，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？这个人根本不是张栋才，是孟博请来骗你的。陆晨，你少胡说八道！你怎么会认得张董？文文，你还没看清他的本质吗？他遇事不论罪错，只会打人。你跟着他不会幸福，赶紧离婚吧。他到底是谁？他是张董。诗文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会找个假人冒充张董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会那么幼稚？陆晨，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张董？张栋才白手起家，资产过1000亿，这样的大老板却长了一副穷鬼相。你看他颧骨尖耸，地阔肩薄，鼻子尖小窄薄，这种骨相无财运。他财运只有针尖细，前5富豪的财运至少得大腿粗，这人不可能是普通。张口闭口面相，陆晨，你说他不是张董，他就不是。我说你10分钟后死，你能立刻跳楼去死吗？面相不能算证据。想要证据，我给你证据。说你是谁？我是张董，我要依法追究你的责任。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张大宝，是个保安。孟博说我和张董长得像，给我2000块让我替他演戏。我就是打工的，求你松手。为什么？不想帮忙介绍可以直说，弄个假的来骗我，很有趣吗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假张总欺负你孟博英雄救美，博你的欢心。文文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孟博，3年前你做的事还不够恶心吗？我原谅过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一天我和陆晨离婚，咱们俩也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。从今以后，你跟诗文再不是朋友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你们是陌生人。陌生人就陌生人，小爷找不到女朋友吗？以后有事别来求我。我让你走了吗？陆晨，让他走，我不想看到他。滚！不哭了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感情很正常。是人会变，他没长成一个好人，为了那种人渣哭，不值得。你来我家做什么？婉婉喝醉了，我送她回来，把她送进去，我立刻离开。想进我们郭家的大门，先下跪磕头。不跪也行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马上签了，然后滚出郭家。是陆禅来了呀！哟，诗文这是喝醉了。2楼左手边第1个房间是文文的，你先把她送上去，然后咱们聊聊。你好好睡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别离开我。诗文，等你清醒了再说。
按理说你第一天出狱，咱们一家该好好庆祝一下。但你也知道，老爷子那边……爸，咱们一家人没必要拐弯抹角，有什么话直说。郭兴邦笑里藏针，严守礼恨不得我马上签字离婚。平心而论，我个人很喜欢你。大婚当日，要不是你，诗文就被孟博玷污了。单说这事很爷们儿，但诗文太有能力，你们之间确实不太相配。不过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这里是一笔烂账，欠条和资料都在，一共200万，3天内要回来，分你50万报酬。这是展示你自己的机会，希望你好好把握。这个老阴体会有这么好心？50万能给爸换台车，也能给妈和小雪买点像样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能在郭家抬起头。行，这笔账我去要。姓郭的，你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机会？是赵世涛的账。爷爷，我来给您送饭了。医院饭菜怕您吃不惯，我妈给您炒了几个菜。还是我孙女婿会疼人啊。不过爷爷手使不上力气，还得麻烦你喂一下。不麻烦，我喂你。来，慢点喝。这老家伙身体比跳广场舞的大爷还硬朗，为什么要装死？产业平分，他到底想考核什么？陆晨呐，我让你挑一份产业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要？是不是瞧不上郭氏集团，还是另有目的？爷爷这是说哪儿的话？郭氏集团家大业大，谁能不心动？只是我并非郭家的人，又岂能贪图郭家财产？这里就咱们爷俩，不用装爷慈孙孝。我和你爷爷的关系你也知道，这几年你吃了苦，我一直想补偿你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想要哪个产业？爷爷，我孝敬您是应该的，产业我真不要。我想要什么，会凭自己的本事去争取，不会不劳而获。格局小了，你可知道，刚刚随便挑一个产业，都能让你少奋斗几十年。在商场上混，必须不择手段，不能放过任何获取利益的机会。像你这样假正经，一辈子发不了财。你和文文有什么打算？听诗文说，你们要离婚。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1个月后就离婚。你是打算等我死了，文文继承了我的财产以后跟他离婚，好分他一半家产？我和诗文的婚姻有名无实，所以离婚时我不会要他1分钱。真要补偿，也该是我补偿他。陆晨啊，陆晨，我该说你有骨气，还是说你傻？唉，朽木不可雕。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爷爷好好休息，我先离开。陆先生，我送送您。火叔，亲人去世，为何不回家吊丧？陆公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父母心公暗淡，应该是有长辈刚刚离世，好在寿终正寝，走前没受痛苦，你不必太难过。那你还能看出什么？你家祖坟风水不好，家里孩子没有成龙成凤的命，甚至没办法完成学业。说好听点是啃老族，难听点都是酒囊饭袋。还请陆公子指点，我该怎么破局？明天下葬的时候添一个祖坟，一切难题自然迎刃而破。哎呦，喂！对不起，你怎么走路的？没长，没看见人呢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走神了。你的脚怎么样？我的脚好疼。他叫陆晨，乃是真龙天子之命，未来必将傲视群雄。为了你们的幸福，我替你们跟他订了婚约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公了。爸，他就一个人，也不够我们姐妹分呀。他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？我不同意。无所谓，不喜欢就不嫁，不想嫁就认个兄弟。没钱了找他要，有人要找事儿就找他当挡箭牌。他是你们的家人了。美女，你脚腕上有痒肉吗？对，不许碰。我检查过了，你的脚腕没受伤，不过高跟鞋坏了，饭也洒了，我赔给你吧。隔壁就是商场，我带你去买双新的。看着还挺壮，你想赔给我，本姑娘还不想要呢。那你说多少钱，我赔给你。我不缺钱。那我走。撞了本小姐不赔偿，你就想走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等我想好了再让你赔偿。行吧。美女，今天的事情对不起，
等你想好怎么补偿，随时给我发消息。我还有事，再见。喂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陆晨，美女你呢？我叫美女。行吧。集美们，你们猜猜我刚刚遇到谁啦？哪家的小帅哥？长得怎么样？给姐姐介绍一下。正经点儿，别带坏了你妹妹。四姐姐，你到底看到谁了呀？把你激动成这样。我遇到了咱们的待定相亲对象陆晨。什么叫咱们的待定相亲对象？我可没打算随便见。同意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长辈硬牵线那一套？长辈牵线也就算了，还挨个推给我们几个认识，开什么玩笑？本姑娘没兴趣。不叫相亲对象叫什么？难不成叫大哥呀？父亲说过，他以后算咱们半个家人，真有难处搭把手也正常。就算有，也轮不到外人来解决。既然是父亲的徒弟，就当多认识个朋友，接触一下也无妨。我觉得吴姐说的对，不管最后成不成，先接触看看也没损失。那我改天把人约出来，咱们一起见一面，可以？来，我举一杯，提前祝贺腾飞和美心喜结良缘。二叔，别墅布置好了吗？没出什么差错吧？二叔办事你放10000个心。不过下午遇到个江湖骗子，说你的别墅阴气太重，不适合居住，否则必有血光之灾。哼，那骗子肯定不是本地人。江南谁不知道这别墅建在龙脉上？哥以后儿女肯定成龙成凤。腾飞，酒瓶盖卡喉咙里了，快送医院！小伙子，喝酒能把瓶盖喝进去，不知道该说粗心还是倒霉。血光之灾，难道真让那小子说中了？谢谢医生，可能最近忙婚礼，精神恍惚了。腾飞也太不小心了，连瓶盖都能喝进去。等办完婚礼，就给他放几个月假，让他带着美心度蜜月。腾飞，我侄子这是怎么了？王先生，有什么事等我处理好了以后再说。医生，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刚刚取瓶盖时，有只老鼠踩坏了急诊室天花板，天花板掉下来，把王先生砸伤了，非常抱歉。你们医院检修部是干什么吃的？过几天就是我哥大婚，头上留疤多难看，必须赔偿。我们是正规3甲医院，平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今天怎么就这么倒霉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在你们医院受伤还是我们自己倒霉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医院会负责。叔，算了吧，我累了，怪我自己倒霉，咱们回家吧。行，咱回家。太倒霉了，喝酒卡瓶盖，急诊还被天花板砸，简直倒霉到家了。爸，那个骗子说的血光之灾，不会就是现在吧？当年开发商找了36位风水大师，才算出江南龙脉所在，还能有假？龙脉上盖的房子，怎么可能是阴宅？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乱说。大婚在即，不吉利的话不许讲。我觉得我哥真的有点太倒霉了。闭嘴！小雨，小雨怎么样？爸，我没事儿。腾飞呢？腾飞怎么样？快送医院！各位又见面了，人怎么样？婚礼请帖都发出去了，千万不能有事。额头伤口被猛烈撞击开线了，另外几处擦伤，等会儿做脑部 CT， 没问题就能回家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王先生是不是太倒霉了？喝酒卡瓶盖，手术被天花板砸，回家路上又被大货车追尾，一天3场血光之灾。我建议想办法给他转转运。医生也信这些？以前不信，可见惯生死，有些事不信不行。像王先生这么倒霉的，我从医20几年头一次见。爸，还没入住就这样了，难道真和那栋别墅有关？爸，那小子就是胡说八道。他说咱家祖坟风水不好，还说我们混吃等死。你看看我们兄弟几个，哪个混的比他差？霍森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陆晨有真本事。爸，你糊涂啊！他要真有本事，怎么会当上门女婿？他的本事就是拜师学的。陆公子，您来了。霍叔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肯定会来。姓陆的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毛都没长齐，还学别人装大师。
你说火家后人全是酒囊饭袋，你一个上门女婿要真牛，怎么不给自己改改运？霍森，不准胡闹，赶紧给陆公子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就是个骗子！你这个逆子，再不给陆公子道歉，我饶不了你！霍叔，看来你们家并不欢迎我。对，我们全家都不欢迎你，识相的就赶紧走。霍叔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是有人不欢迎。我先走了。别走啊，陆公子！我现在就让火森滚蛋！这里是火家祖坟，要滚也是他滚。王家的人，他们怎么会来帽儿山？我请来的，奶奶去世，我给王哥发了消息，你等着瞧。你请来的？没错，我请来的。哎呀，都跟王家做朋友了，连王浩都请来了，小森真有面子。王哥，滚开！陆先生，可算找到你了。陆先生，王家有急事相求。王哥，您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。你说陆晨是江湖骗子？对，这家伙就是个上门女婿，结果还扬言会看相、懂风水，不是江湖骗子是什么？敢对陆大师不敬，你找死！陆先生，我今天过来是向您道歉，希望您能原谅我的鲁莽。房子主人出事了吧？是出了点事情。陆先生，我在酒店包房摆了一桌，希望您能赏脸。我现在没空，等晚上吧。那就晚上8点等您。陆先生，这些没礼貌的家伙，用不用我帮您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晚上我会准时到。好的，今晚8点。霍叔，仪式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霍森，你个王八蛋，还不赶紧过来给陆公子道歉！陆公子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。陆公子，陆晨啊，你在哪里呢？去找赵世涛的路上。哦，还想着叫你一起吃午饭呢。那你先忙吧，小心一些，做事不要冲动。爸会全力支持你的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，你忙吧。一口一个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陆晨是你儿子呢。总之我不管，诗文必须跟他离婚。离婚这事儿不用急，而且离婚说出去也不好听，咱们郭家的女儿怎么可以离婚？离婚不好听，但可以丧偶。爸，你刚刚在和谁打电话？我听到你们说陆晨了。陆晨昨天求我给他找份工作，说身无分文。我本想给他10万零花钱，他死活不要，自尊心太强。集团里确实没什么适合他的。我给他2个稳妥选择：内陈整理文件，或者去财务当外钱会计。可他嫌钱少，非要赚大钱。这还想赚大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孩子好。后来，他自己选了去要账。要账？去哪儿要账？赵世涛那笔账。爸，赵世涛就是个地痞无赖，一言不合就打人，哪里都有关系。你让陆晨去找他要账，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别太激动，陆晨又不是笨蛋，打不过赵世涛，他可以跑啊。他不是3岁小孩，更何况他是你的丈夫，连这种事都做不好，怎么做我们郭家的女婿？这对他来说是个考验。什么考验？爸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陆晨，可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，他就是我老公。你们再这样，我只能搬出去住了。搬出去？你能搬去哪儿啊？我搬去和陆晨的父母、妹妹一起住。搬去陆家，跟他们一起住狗窝吗？对，就算住狗窝，我也不跟你们住了。文文他不会真的要离家出走吧？他没机会了。什么意思？赵世涛已经穷途末路了。上次我去要账，他说再敢去就杀了我，那个眼神没骗人。而且他是特种兵退役，一个打10个都不成问题。陆晨这次必死无疑。我知道赵世涛心狠手辣，可陆晨又不是笨蛋，打不过不会跑吗？你觉得想要陆晨死的人只有一个赵世涛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上谁最恨陆晨？还能找谁？当然
是孟博啊！贤婿啊，伯父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。什么事儿啊，伯父？是文文的事儿。他刚刚说要搬出去和陆晨一起住。你也知道，陆晨一家4口挤在一个一居日，跟狗窝没什么区别。我哪舍得让文文去住啊？你和文文青梅竹马，感情又好，能不能帮伯父多劝劝他？他要搬去和陆晨一起住，自己还没摸到的女人，陆晨。伯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劝劝他们俩。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哼。等着帮我们的好女婿准备葬礼吧。小伙子，看你拿着赵世涛照片，是来要债的吧？劝你放弃，之前来要债的都被打跑了。他人很坏？那倒不是，听说他对工人很好，从不拖欠工资，欠别人的钱可能是给孩子治病。他孩子什么病？白血病，挺严重，隔段时间就得买血小板，化疗花钱跟流水似的。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我回去了。不走。郭诗文也知道赵世涛，看来这人不好对付。郭兴邦分我50万，果然没安好心。郭兴邦让你来的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孩子面相福泽深厚，却命中带煞，像是短命之相。看来郭兴邦没把我的话放在心里。那笔钱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再有人敢来要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爸爸，小宝，别动他！住手！不准碰我儿子！癫痫犯病时不能随便乱动患者，保持气道通畅，过一会儿自然会恢复。乱动可能导致气道堵塞，窒息死亡，这是医学常识。你还懂看病？孩子造血系统有问题，长期输血只能缓解症状，不能解决根源。这些都是郭兴邦告诉你的吧？孩子从小体弱，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，爷爷奶奶也很早离开，他跟你缘分浅，小时候你不常在身边，多半寄养在外祖父家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看相也看病。癫痫发作很耗体力，先让他休息，之后必须去医院复查，做基因检测、骨髓配型和血液专项筛查。你真能救他？我能帮你找到正确方向，但不能替代医院治疗。只要能救我儿子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小宝不是没救，是你们一直找错了配型，也需要查清之前那批血源和治疗记录有没有问题。是说有人在他治疗上做了手脚？现在还不能定论，但我会查。我找过10几家医院，每次都说继续输血、继续化疗，钱花光了，人却越来越弱。所以要重新检查，不是放弃医院，是换对方向。可我没钱了。欠郭兴邦的钱先还，孩子后续治疗我会帮你联系公益基金和专家。你要做的是保留小宝所有病历、缴费记录和用血记录。这些有用？有用。如果有人借孩子的病牟利，就该让法律收拾他。陆先生，只要你能救我儿子，我赵世涛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你的命留着照顾小宝，我不要命，我要证据。方子只能缓解发作，不能替代治疗。明天带小宝去做复查，我会联系医生。这些年所有资料都在这儿。陆先生，你看，这几份用血记录来源不一致，还有几张票据，抬头也不规范。这些资料先复印一份，注意原件保存好，不要再找私人中介，不要再买来路不明的血源。要是真有人拿我儿子的命赚钱，我弄死他！你不能弄死谁，你要做的是把证据交出去，让他们坐牢。我听你的。欠郭英邦的钱，你还吗？还。那200万本来就是项目款，我之前是想留给孩子救命，现在既然有路，我还。卡里200万，密码6个0。陆先生，我不是还郭兴邦，我是信你。钱我替你交回去，孩子的事我会继续查。陆先生，配型和专家那边多久能有消息？1个月内我会给你结果，期间按正规流程复查，不要再走偏门。好。陆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群人来者不善，您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。大哥，穿休闲装的就是陆晨，这老家伙跟他一伙的，一起弄死算了。兄弟，这事儿和你无关，马上离开。棍棒无眼，伤了你就不好了。虎子现在好起来了，出门都带着几10号兄弟了。你谁呀？咱俩认识吗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当年在队里跟我学格斗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记性。嘿，你做梦呢！我大哥还用得着跟你学？大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闭嘴！您是队长，您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我直说正事。
这位陆晨先生是我的贵客，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，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。队长，您误会了，我跟陆先生没仇，是有个大老板出100万买陆先生的命。既然您开口，这任务我指定不做了。是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是谁。孟博，看样子是我对你太仁慈了。陆先生，有什么麻烦尽管开口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立刻去办。暂时不用，有需要我会联系你。你给孟博打个电话，就说我已经死了，也算交差。这能行吗？听我的，我这就通知孟博，陆先生已经死亡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队长的贵客就是我的贵客，有问题陆先生随时吩咐。孟博还不知道自己送来的杀局已经变成了反击的假死牌。小弟弟，喂，你可是在和江南第一美少女说话哎，能不能热情点？请问江南第一美少女找我有什么事？明天上午8点，蓝星咖啡店，本美女要和你谈一谈补偿的事儿。好，你明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以免我认错人。笨蛋，全场最美的就是我，你怎么会认错？万一有人比你更美呢？不可能。这个颜值吊打不少大明星，自恋一点倒也不过分。陆先生，以您的能力可以进江南任何豪宅，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早些年出了一点变故，有些账是时候清算了。小宝的治疗方向我确定了，给我1个月时间，1个月内我会帮你找到配型线索，也查清那批问题血缘。那就先谢过陆先生了，不打扰陆先生休息，有事随时给我电话。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叫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就是文文的家，他在这儿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个什么，你们聊，我去做饭了。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打通，就过来瞧瞧。你去找赵世涛要账了？200万已经要回来了。什么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他没动手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赵世涛很讲理，我把欠条给他，他就把钱还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这不应该啊！赵世涛要留着钱给儿子治病，他说过不会给的。赵世涛儿子的病快好了，所以把钱还了。白血病也能治好？他遇到一个神医，医术高明，英俊潇洒，气质超凡，女人见了会爱上，男人见了会自卑。赵世涛遇到骗子了吧？怎么会？赵世涛也不是傻。真那么厉害？白血病已经治好了？还没好，1个月差不多。等赵世涛儿子真好了，你记得把神医介绍给我。你生病了？我没病，但我有个朋友有点小问题想咨询。总之，到时候你帮我问问。行。对了，你为什么去要赵世涛的账？我爸说他想给你10万零花钱，还安排你去公司财务，你不同意，想赚大钱才冒险去要账，是真的吗？你认为呢？我爸什么样，我心里清楚。报酬转给你了。不用先拿回去给爸对个账？这钱到了爸那儿，还能有你的份吗？今晚大伯过生日，在万豪大酒店办宴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小兔崽子，不去我砍了你！为了你不成为寡妇，我还是去吧。妈妈真可爱，他儿子也可爱。中午一起吃饭吧。好，爸，以后这里就交给您来管了。没想到我还有重回橱柜行业的一天。文文，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厂里的工具。瞧把你爸美的。以后爸妈住主卧，小雪和陆晨住2个客卧。耶！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。这厨房得有10多平吧，真宽敞。诗文，谢谢你啊。我准备再加干1层，到时候给爸做个书房，还能再加2个卧室和杂物间，这样以后有了孩子也能住得开。我是说，等小雪有了孩子以后，可以住在上面，你别误会啊。我们2个基因这么好，生的孩子一定很漂亮吧？谁跟你生孩子？我得回公司了。那咱们晚上见喽。公子，陆晨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这次不会再有差错了吧？公子放心，这次找的是江南实力最强的组织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老虎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说人已经死了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好，大海呀大海，你终于办了一件让我满意的事，去财务领10万块，
晚上好好潇洒一下。谢谢公子。就这么死了，真是太便宜你了。郭诗文在哪儿？他今天没去公司，不过今晚郭振国在帝豪办生日宴，郭家人都会过去。生日宴？呵呵，给我预定一个花圈送过去。文文太忙了，我这芋头糖水他还没吃过呢。急什么？等房子装修好了，就让文文搬过来一起住。机会不有的吗？让嫂子住我隔壁。你们想的也太远了，说不定过段时间我们就离婚了呢。就算离婚了，也要让文文搬过来。都离婚了，人家怎么可能住这儿？多尴尬呀！你搬出去不就好了？儿子，文文是个很好的女孩，你可不许把她弄丢了，知道吗？没错，你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嫂子的事，否则我替嫂子揍你。别整天板着脸，对她热情点、温柔点、好一点。我为了她蹲了3年牢还不够好啊！我让你主动点儿，别等着文文上门找你，多约她出去逛逛，增进感情，懂不懂？得，这是真认定这个儿媳妇了。一家4口，我才是多余的那个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主动点。对了，妈，装一份糖水，我给郭家老爷子送去。什么郭家老爷子？那老爷子跟你爷爷是拜把子的兄弟，我见了都得叫一声爸，你得叫爷爷。人家跟爷爷是兄弟，可未必真把咱们当一家人啊。老爷子睡着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陆公子，请等等，祖坟已经挪好了，接下来还有什么指示吗？火森本性纯良，只是被猎人催熟才乖张暴虐。我建议送去军中3年，磨一磨性子，让他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森小时候挺懂事，就是身边烂朋友太多。等今年征兵，我就让他去响应征召。火叔，老爷子的身体应该挺硬朗吧？我也不为难你，只是好奇，明明身体硬朗，为什么装病还弄出考核，让晚辈勾心斗角？陆公子，事关重大，我不能明说，但你必须记住，1个月的测试，诗文绝对不能输。输了能怎么样？能死吗？我不能说。总而言之，这次考核，诗文绝对不能输。这次请陆公子出手，也不知道该给多少酬金，就准备了一辆代步车，车在停车场，一出电梯就能看到，希望别嫌弃。既然你不想说，我就不为难你。记住，诗文绝不能输，绝不能输，输了会死。老爷子装病，看来不只是选接班人，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问题。白洪涛，陆公子啊，吓死我了！鬼鬼祟祟干什么？上次你帮我施法，我儿子是没事了，可我身体越来越差，想挂号查查。挂号去大厅，在停车场乱蹦什么？上次收了孟大海的钱，事儿没办成。孟大海现在到处抓我，医院里有孟大海的人，我不敢去。简单，我帮你挂号。上车说，怎么样？肝癌晚期，儿子刚出院，我要死了。我儿子还那么小，我死了，他怎么办？放心，你阳寿未尽，死不了。陆公子，我这病还能治？肝癌晚期不一定必死，按医院指示住院治疗，可以转危为安。住院少说几十万，我哪拿得出来？我一住院，儿子谁养？陆公子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，我给你开的是辅助调理方，必须配合医院规范治疗。方子要拿给主治医生看，避免和治疗药物冲突。多久能见效？至少3个月，期间不能擅自停药换药，更不能相信偏方。钱的问题，我帮你想办法。不用考虑，陆公子，我听你的。这不是王家二爷吗？谁这么大派头，竟然能让王浩在门口等？听说郭振国今晚在这儿办生日宴，不会等郭振国吧？郭怀民还有可能，郭振国可不配。爸，你别转了，都快把我转晕了。陆先生既然答应，就肯定会来。我能不急吗？今天中午你大哥病床突然塌了，再不转晕，过几天婚礼就办不成了。人来了也不一定顺利。我听姑姑那意思，好像不太相信陆先生。陆先生，快，里面请。陆先生，请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大师？小蕊，这位就是陆晨，风水造诣很高，一眼就看出婚房有问题，简直神了。陆公子，这位是我妹妹。二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也配给王家看风水？三妹，陆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请你尊重。时代真是变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装大师骗人。江南风水界我也算了解，你师傅是谁？我师承鬼门，至于师傅并未讲过。说谎都不打草稿，什么狗屁鬼门，我听都没听过，连师傅名字都说不出，真可笑。不过我倒想听听，你准备坑我二哥多少钱？鬼门规矩，酬劳全凭对方心意，想给多少都可以。装的还挺像，敢来王家骗人，你好大胆子！信不信我马上报警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自己过得不如意，就拿别人撒气吗？你说什么？父母宫位弱，从小和父母没感情，
子女宫位漆黑，一生无儿无女，就算生了孩子也留不住，没有爸妈疼，没有儿女孝顺，自己过得不顺就拿别人出气，如你这般，走不长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二哥，是不是你告诉他的？我从来没和陆先生提过你。识人相貌是风水师最基本的技能。既然你懂得识人相面，那你就算算我最近财运如何。你刚亏了一大笔钱，不过也不用太难过。三妹，你最近做生意亏了。是亏了点钱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还不赶快给陆先生道歉？做生意亏点钱不是正常吗？我并没有很难过。我叫你不要太难过，不是在安慰你，只是提醒你，要不了多久你会破一笔更大的财，到时候一起难过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诅咒我？咒杀术是鬼门最高阶功法，曾有人出天价请我师父出手都被拒绝，区一个你也配用我们鬼门咒杀术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你不配。陆公子，真不好意思，道歉就不必了，直接步入正题。有整个小区的图纸吗？有。这是江南龙脉，还真像龙脉。这栋就是你们家的房子吧？没错。龙脉里龙气最强的是龙头与龙背，可使人青云直上。王家别墅偏在龙屁股上，是整条龙脉阴气最盛的地方。陆先生，那我们该怎么破局？破局之法有三：第一，直接把房子卖掉；第二，请一尊金大师开光的佛像镇压房中阴气；第三，强行改变江南龙脉，让王家别墅落在龙背上，夺江南龙气一飞冲天。我倒想选第一个，可阴宅卖给别人不是害人吗？会不会影响王家运势？龙脉阴气和寻常阴气不同，对你们是灾难，对做死人生意的人却是福地，说不定还能发大财。死人生意？想起来了，老赵不就是做棺材生意的吗？这宅子可以卖给老赵，老李也行，他们一家都是法医，天天跟尸体打交道，住这儿正合适。陆先生，这100万是我们王家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，咱们交个朋友。王家在江南还算有点实力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孟博，钱我收下，有件事正需要王总帮忙。今天这宴会厅也太小了吧？怎么没订最大的那间？最大的被订出去了，那就抢回来啊！今天爷爷生日，让酒店跟对方换一下不就行了？被王家预定了。王家？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儿？听说宴请一位贵客，王腾飞前几天倒霉，瓶盖卡喉，出院又车祸，王家找大师算了一卦。老二，去打听打听请的什么大师？1个月后爸走了，葬礼要风风光光，墓地也得选风水宝地，再请大师给咱们一家好好算算。好的大师可是发财致富的关键。对，请来给咱家看看，最近晦气得很。爷爷要走了，还有人刚从监狱出来，别把霉运带给我们。都8点半了，陆晨到底来不来？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露面，是瞧不起郭家？他有事耽误了，一会儿就到。哎呀，他来不来也无所谓，反正郭家没人把他当自己人。就是不来拉倒，没人稀罕。他说过要来，就一定会来。你这么相信他？对，我相信他。孟博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我爷爷生日，你送花圈是什么意思？听说陆晨死了，特意来给你们报个喜。你说什么？陆晨死了？不，我的女婿怎么会死？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一辆越野车失控，直接撞死了陆晨，现场血肉模糊，十分恶心。不可能，我们下午才见面。下午你们见完面，他就死了，真是可怜呢。尸体都被压得粘在柏油路上，得用铁锹才能弄起来，死无全尸呢。不，陆晨没了，我女婿死了，我女儿丧偶了，太惨了。陆晨还这么年轻，我还想着他出狱了，我们一家终于团聚，想不到竟然是这个结果。诗文啊，你以后可怎么办？爸爸替你难过。是你做的对不对？你早就盯上他，特意过来编造这些惨状，就是为了逼垮我。编？这种惨状我可编不出来，他就是下场凄惨，我只是好心告诉你真相而已。诗文，别费力气了，他死了。作为老友，我该劝你节哀，还是恭喜你呢？陆晨没有死，你别诅咒他。就算他真的死了，他的死也跟你脱不了关系。作为他的妻子，我会追责到底。你休想逃过法律的制裁。诗文，你天真的样子真可爱。不要哭，否则我会心疼的。陆晨，你还活着？我已经死了，
但是因为放不下你，所以魂魄飞回来找你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就算只剩下魂魄了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。听说你到处跟人讲我已经死了，陆晨，就算你今天没被车撞死，明天也可能被雷劈死，被广告牌砸死，被老虎咬死，被人捅死。你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明天。死神的镰刀早晚会割掉你的脑袋。孟博，这里是华夏，死神可管不到。希望你的命能和你的嘴一样硬。哼！我去送送孟公子。陆晨，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一会儿给孟光子打电话，求他原谅你。孟大海，我给你拿了100万，你就这么办事的？孟少，马上联系老虎，告诉他陆晨还没死，让他赶快处理掉，否则的话……不用联系了。怎么，想动手啊？3年前，你给郭诗文下药，我入狱后，你安排人在监狱里找我麻烦，出狱第1天又买通白洪涛陷害我。孟博，你真以为这些事永远没人知道？知道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陆晨，你不是想报复吗？来呀，打我呀！这里全是监控，你敢碰我一下，我马上验伤报警，送你回监狱。不过陆晨，我提醒你，律师、监控、录音这些东西最终是会对谁有利，可未必已经定论。是不是下定论？去了就知道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这些证据材料到底会不会如你的愿。老虎，你最好想清楚，站错队是要付代价的。我站规矩。规矩？在利弊权衡面前，所谓规矩一文不值。你以为能保全自身，最后只会无处立足。得失是你的考量，公道底线是我的坚守。我不会因威逼就背弃本心，是非对错自有评判，代价我坦然承担。哼！陆晨，今晚我会去，但你别高兴太早。你爸妈、你妹妹还有郭诗文，你能护他们一辈子吗？陆先生，监控。孟博，你最好记住你今晚说过的每一句话。那你也记住，我孟博从来不怕威胁。陆先生，他答应去调解室，未必是真想谈，他可能会带律师，甚至带人反咬一口。我就是要他带律师。什么意思？越正式他越放松，越放松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我让陈律师提前准备，调解室监控、录音、告知书全都按规矩来。门不要锁，人不要拦，我要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自己走进去的。明白。不过陆晨，我提醒你，律师、监控、录音这些东西在真正有钱的人面前都是废纸。是不是废纸？去了就知道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什么叫有钱能让黑的变白，白的变黑。老虎，你最好想清楚，站错队是要付代价的。我站规矩。哼！陆晨，今晚我会去，但你别高兴太早。你爸妈、你妹妹还有郭诗文，你能护他们一辈子吗？陆先生，监控。孟博，你最好记住你今晚说过的每一句话。那你也记住，我孟博从来不怕威胁。陆先生，他答应去调解室，未必是真想谈，他可能会带律师，甚至带人反咬一口。我就是要他带律师。什么意思？越正式他越放松，越放松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我让陈律师提前准备，调解室监控、录音、告知书全都按规矩来。门不要锁，人不要拦，我要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自己走进去的。明白。今晚陆晨约我去安顿安保调解室。孟少，您不能去啊！万一他们设局……设局？就凭他想玩证据，我就陪他玩。把我的律师叫上，再准备一份反告材料。反告什么？诽谤、敲诈、威胁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。只要陆晨敢说错一句，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陆晨，今晚我不但要让你拿不到证据，还要让你跪着求我。你追出去干嘛了？没动手吧？我是文明人，不会随便动手。花圈给孟博送回去了。下午我离开后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孟博是不是买凶要杀我？孟博走之前那样威胁，我不放心。以后你不要离开我，别给孟博下手的机会，知道了吗？贴身跟着你？对，贴身。洗澡、睡觉也贴身一起。吃鱼吧，别说话了。陆晨呐，刚出来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。那可不行，年轻人不能闲，闲下来就懒了。谁有合适的工作，
给陆晨介绍一个。咱家小区外面新开了快递驿站，正在招人，可以让陆晨去送快递，或者去送外卖也行。听说1个月1万多，虽然赶不上我的零头，但也可以了。陆晨长得还挺帅，打扮一下去酒店当迎宾，说不定还能升领班经理呢。谢谢大家，不过我不需要介绍工作。怎么嫌弃我们介绍的工作不好？陆晨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有大学文凭又怎样？别忘了你是个劳改犯。现在大学生遍地走，谁会聘用一个劳改犯？没有国家关系，别说送快递，去工地卖苦力都没人用你，懂不懂？听说陆总在这儿过生日，我来敬杯酒，没打扰你们家宴吧？王大少能来，是我郭振国的荣幸，怎么会打扰呢？王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听说你下星期结婚，正好我有时间，我去捧场。咱们先加个微信，我给你包个新婚红包，以后常联系。不必了，我们家结婚不收红包。那王哥在哪儿办婚礼？到时候我过去敬你一杯。不必了，这次婚礼请的都是亲朋好友，没有外人。来，让我们提前庆祝王公子新婚快乐！王公子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！干杯！我那边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你们玩得开心？不必送了，我就在隔壁，没几步路。那个陆晨啊，少喝点，一会儿忙完了去我那儿，咱们再整点。我想起来了，陆晨和王童飞是一个学校的，年纪也差不多，可能是在学校认识的。陆晨，你刚刚是从隔壁包厢过来的吗？听说王家请了一个风水大师来替王腾飞改运，你见到了吗？看到了。那个大师怎么样？那位大师玉树临风，貌若潘安，学识渊博，才气逼人，说话时还有种飘飘欲仙之感。那位大师怎么称呼啊？大家都喊大师爸爸。爸爸。冷吗？有一点儿。怎么不开心了？孟博撕破脸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跟孟博的事儿很快就有一个结果了。很快是多久？大概1个月。哦，陆晨，你和爸爸挤在客厅睡，晚上睡觉会打扰到爸爸，你要不要搬出来住？不会，我都习惯了。哦，那我走了。等等，房子太挤，搬出去住，他是不是在暗示我跟他一起回家？陆晨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让人把我请到这儿来。孟少，说清楚，是请，门开着，你现在就能走。装的还挺正规，怎么怕我告你非法拘禁？所以门开着，监控开着，律师也在。孟先生，本次谈话全程录音录像，你有权拒绝回答。若你愿意继续，请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。律师，陆晨，你现在弄得这么正规了？你以为没人能奈何得了你？我倒要试一试。哈哈哈，行，我陪你玩。你想问什么？3年前还是今晚？ 3年前，郭诗燕新婚夜被人下药，酒店服务生收了一笔钱，转账人是孟大海。孟大海转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服务生离开江南前，给他妹妹转过一笔安家费，那笔钱来自孟氏旗下空壳公司。故事编得不错，可惜没用。那你敢不敢写一句这件事与你无关？激我？不敢写，我有什么不敢？想让我给你留下书面材料，你当我傻？所以你承认这件事和你有关？少给我扣字眼，陆晨，你真以为拿几张破纸就能扳倒我？对，3年前我就是喜欢郭诗文，我就是不甘心她嫁给你。我孟博要的女人，凭什么被你这种乡巴佬抢走？所以，药是你安排的。你有本事证明啊！服务生跑了，药店记录能说明什么？哼，孟大海转钱又怎样？江南每天转账的人多了，就算现在说是我安排的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录音、录像，哼，拿去告啊！我告诉你，陆晨，3年前你毁了我的眼睛，我让你坐3年牢，已经是便宜你了。你爸妈住棚户区，你妹妹哭成那样，都是因为你没本事。以后我还会让你看着郭诗文一点点离开你。孟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注意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满意了吗？拿去告我啊！陆晨，你记住，这世界属于有钱人，你就算拿着这张纸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能不能改变，不是你说了算。那我们走着瞧。陆晨，你最好天天守着你爸妈和妹妹，否则哪天他们出点意外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陆公子，监控还开着。陆先生，这份材料有时价值，但还不够。他可以说是在情绪激动下写的。孟博自己写了，还按手印了，这都不够。想真正形成有效证据链，还需要人证、物证、转账流向、酒店原始记录。这种人渣，明明自己都认了，还这么麻烦。正因为他有钱有势，才更要把证据做实。我要的不是打一顿出气，我要他再也翻不了身。今晚所有录像我会做3份备份，1份留安保公司，1份送律所，1份存在云端。之后若要报案，建议由受害人或向相关知情人配合。3年前的服务生未必找得到，但孟博这些年不可只做过这一件事。陆公子，你想查孟博以前的案子，
查，但只查合法能查的。明白。我这边不碰执法局案卷，只找公开线索和愿意出来作证的人。别打草惊蛇，孟博现在只是恨我，还没真正怕我，让他继续狂到露出尾巴。陆公子，孟博刚才威胁你家里人，要不要我派几个人过去守着？不用太显眼，安排2个人在附近盯着，别打扰我爸妈。明白。孟博，这只是第一笔账。陆先生，你让我留意孟博的事情有点眉目了。说。孟博这些年在圈子里名声很差，有人提过他和几起女性受害事件有关，但后来都撤了。具体案卷我拿不到，也不能碰。不用碰案卷，帮我查公开能查到的线索，尤其是当年主动报过警，后来又改口的人。明白，我会让律师团队按合法途径查，能联系到本人就先确认对方愿不愿见你。不要逼任何人，也不要泄露他们隐私。放心，这种事我有分寸。孟博能躲1次2次，但只要证据够多，他躲不了一辈子。还有一件事，今晚王家那边都在问你到底是什么人，我已经按你的意思没往外说。以后也别说。那以后别人问我怎么称呼你？叫爸爸。陆先生，您这玩笑开的，行，我懂了。陆晨，别忘了我们明天的约会。没忘，不过我们是约会吗？怎么，给你一个机会与本小姐约会，你还不情愿？不敢，明早见。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全场最漂亮的就是本美女，你直接过来吧。只见过一面，只记得漂亮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她还说自己叫美女，这怎么找？美女，帅哥，坐我这儿。陆晨，本美女在这儿呢。本姑娘这么漂亮，你竟然没认出来？全场美女太多，我怕认错了得罪人。那你现在看看，本姑娘是不是全场最漂亮的？你最美。那你想不想娶我？美女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想不想娶我，和你结没结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说想不想娶嘛。不想。真的吗？你别哭啊，我想跟你结婚，行了吧？敷衍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全天下的男人都想娶你回家。以后慢慢挑，咱们先谈赔偿行吗？我可以双倍赔偿，或者带你去买一双鞋。哼，我不缺鞋，更不缺钱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本事，展示给本小姐看看。要是能让我满意，我就不要赔偿了。我会看面相。真的？那你给本小姐看看，我什么时候能结婚？你的运势很好，身体健康，财运亨通，以后肯定能当上富婆。真无趣，光挑好听的讲。那你看看那个人面相怎么样？运势极佳，有逢凶化吉的能力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那你再看看这边这个，财气逼人，一生有贵人相助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都会有不错的结果。那你再看看那个，命中贵气逼人，家里应该是一方大鳄。他有问题。他有什么问题？他印堂发黑，天灵阴云缠绕，最近会有一劫，甚至有生命之危。什么劫？光看面相，能发现的东西有限。那我把他喊过来，你帮他算。怎么喊？跑过去说，喂，你有血光之灾，快让我给你掐算。他恐怕会把咱们当神棍。我的咖啡凉了，你帮我重新点一杯吧。好，要喝什么？黑糖玛奇多。哎呦，这不是陆晨吗？你不是挺有骨气吗？怎么跑这儿当服务员了？萧雅，你认识？亲爱的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姐夫，刚从监狱出来的劳改犯。真搞不懂你们郭家，竟然找个劳改犯当女婿。什么女婿？我们郭家都把他当一条狗，等爷爷死了就把他赶出去要饭。郭小雅，说话注意点。哟，生气了？你一个劳改犯，就是我们郭家的一条狗，有什么资格生气？狗要有狗的自觉。给你一坨屎，你都得乖乖摇。啊！谁他妈泼我？你姑奶奶我看你满嘴喷粪，帮你洗一下，不用谢。老公，他欺负我。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惊扰了你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他泼我，你跟他道歉做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呼小叫的，别吓坏了这位美丽的小姐。而且本来就是你大叫在先，是你的错。好啊，马操，你看到美女就把老娘忘了是吧？我要跟你分手。刚买了10万礼物，今晚酒店都订好了，现在分手？要分手吗？刚好本姑娘也单身哦。你个狐狸精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马超，你居然打我！滚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是陌生人。再让我听见你骂这位美女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陆晨，这笔账算在你头上。美女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马超，现在单身了，可以有幸做你的男朋友吗？滚！你单不单身跟姑奶奶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那个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本小姐对你完全没意思，立刻给本小姐滚！耍我是吧？你别后悔。陈哥哥，这个人威胁我，我好害怕呢。你这是害怕还是故意嘲讽？好一个陆晨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下你欠本小姐2次了，你是准备当牛做马，还是想以身相许呢？美女，咱们是来谈赔偿的。赔偿好说啊，陪本小姐去逛街，本小姐看中的，你付钱。大小姐，你选一双吧，或者我给你钱，直接赔钱给你，别再逛了。这么快就不行啦？
我可以逛一整天都不累。你们男人真差劲，你能抓一个送我，就算你偿还了。好，美女，我还是赔钱给你吧。这个娃娃机有问题，是黑心商家。我姥姥住院了，你快送我去医院。老太太没事，就是低血糖突然晕倒，以后身边常备巧克力或者糖果，头晕就吃一块。王医生，我姥姥最近经常头晕，用不用住院观察一下？我刚做了全身检查，就是低血糖，休息一会儿就能回家。平时注意饮食，多吃点，自然就好了。就这样，不用开药。这个月已经昏倒3次了，拿捏不准就不要下结论，你这样会害了病人。你谁呀？这位是陆晨，是我的朋友。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们正在逛街，是他送我来的。他是医生吗？他是个中医。陆晨，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姥姥不是低血糖吗？重病入骨，再不治疗就来不及了。我今天刚给老太太做过全身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小伙子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诅咒我奶奶，你他妈找死！住手！姐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他敢诅咒奶奶，我要打烂他的嘴！怀柔，不管他是谁，敢诅咒你姥姥，就让他滚出去！王医生可是人民医院副院长，怎么可能诊断错？只看一眼就说老太太病入膏肓，他以为他是华佗在世啊！都闭嘴！陆晨是我的朋友，你们都对他尊敬点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楚怀柔为了我，竟然不惜跟家里人翻脸。小伙子，你刚才说我妈妈重病，再不治就来不及，是什么意思？她到底患了什么病？老太太不像单纯低血糖，更像有中风先兆，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轻则头晕、言语含糊，重则半身不遂。建议立刻做核磁、颈动脉彩超和凝血检查。少放屁！我奶奶身体好得很，怎么可能脑中风？王医生说没事，就肯定没事，赶紧滚！毛都没长齐，就学人坑蒙拐骗。姐，你千万别被这个小白脸骗了。我给老太太做过脑部 CT， 根本没有任何血栓形成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，老太太绝对没中风。CT 没显示血栓，不代表没有风险。现在不是争谁对谁错，是先排除危险。而且你们楚家财运滚滚，是因为老太太命中福泽深厚，她一旦出事，你们家的生意也会跟着出问题。笑话，把脉要是能确诊中风，老母猪都能上树了。CT 照不出来，把脉能把出来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中医骗子？我相信陆晨，他说有病就肯定有病。柔柔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把脉怎么可能比 CT 更准？你姥姥只是低血糖，注意补充营养就好了。美女，既然你们家不相信，那我就走了，有空再聊。等一等，我相信你。你说这个病该怎么治，咱们就怎么治。最近常有人冒充中医坑蒙拐骗，患者被骗钱不说，病情还加重。我不否认中医有能人，可你看看这小子，他能有什么本事？楚总年少不懂事，您还看不穿他的找戏吗？中医讲究经验和传承，他懂个屁！姑姑，咱们要相信科学啊！我说了相信陆晨，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无需你们多嘴。王医生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别怪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是药3分毒。这小子给老太太服用的是救命药还是害人药，没人清楚。既然你选择相信他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医院可不负责。陆先生，请坐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您问吧，姥姥的病好治。陆先生结婚了吗？结婚3年了。那你什么时候离婚呀？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那就是以后有这个打算喽。你觉得我们家柔柔怎么样？你离婚后要不要娶她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要是娶了她，我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了呢。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！这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要弄死陆晨和郭诗明。陆晨在外面当小白脸，我身上的咖啡就是包养他的富爬坡的，我还挨了一巴掌。小白脸？我操，这么漂亮的富婆，怎么会看上陆晨那个劳改犯？输在哪儿了？你们俩在关注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不帮我报仇吗？放心吧，哥会替你出气。怎么出气？橱柜厂10天后有一批大订单，只要让他停摆3-5天，订单就交不了货，赔偿能压死郭诗。别急着走，晚上来家里吃顿饭，也让柔柔多陪陪你。小雪，怎么了？哥，妈妈出事了，你快点来橱柜厂。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怎么回事？里面的人呢？厂区食堂发生疑似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，市场监管和急救中心正在处置，无关人员暂时不能进入。我母亲和妹妹在里面，家属也不能随便进，现场要保留证据。我是橱柜厂负责人郭诗文，里面躺着的是我的员工和家人，我要进去配合调查，也要确认伤情况。郭总，你可以进去，但不能碰现场留样，可以，不能带走任何物品。可以。你怎么也进来了？里面也是我的员工，你妈和小雪也是我的家人。哥，妈突然晕倒了，好多人都吐了，吓死我了。别怕，哥来了。医生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初步判断是急性食物中毒，已经通知医院接收重症人员出证，暂时现场观察，具体原因要等检测结果。食堂所有菜品流量、进货单、操作台、餐具都要封存，检测结果出来前，食堂停用，相关生产区域暂时配合检查。要停多久？快的话1-2天，慢的话3-5天。若涉及人为投毒，还要移交执法局，不是普通变质。你是懂一点急救和中医，他们腹痛、高热、意识模糊，但症状集中在同一批进食者身上，发作时间也一致，更像某一道菜被人为动过手脚。人为不能排除，但要以检测为准。检测归检测，人先救，
医生，我做现场辅助急救，你们定生命体征，严重的立刻送医。你有把握？我不替代医院治疗，只先帮他们把刺激物排出来，争取时间。可以，但全程我在旁边看着，出问题立刻停止。小雪，清水盆，干净毛巾。诗文，帮我记录谁吃了什么菜。好，我来。注意无菌，明白。妈，别扶正，让他侧着，避免呛咳。妈吃了米饭、紫菜汤、木须肉、青菜，好像没那么难受了。把所有中午菜单和留样柜封住，尤其是重复率最高的菜。所有发病的人都吃了木须肉。晨儿，文文，我是不是惹祸了？妈，先别说话，等医生检查。生命体征稳定了，但最好还是去医院做血检和观察。该送医院的送医院，不能硬扛。目前不像传染性事件，不像。发病者高度集中在食堂用餐人群，症状也符合急性食物中毒。具体等检测。郭总，生产区可以在初步排查后恢复，但食堂封存停用，所有相关食材流量监控和采购单据必须保留。我配合。封存木屑肉。文文，对不起，肯定是我食材没看好，才害大家出事。妈，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现在还没结论。这不是普通食材变质，普通变质不会这么集中，也不会发作的这么快。你怀疑有人下东西？木须肉被动过手脚，谁这么坏？这是要害死大家啊！先查菜是谁做的，谁接触过。留样柜标签上有厨师名字，食堂监控也在，我马上调。监控我们会同步拷贝。郭总，你可以内部配合，但不要私自处理证据。明白。木须肉是刘大力做的，他在厂里干了5年。叫他过来。郭总，您叫我。木须肉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，可我真不知怎么回事，菜都是正常炒的，我没敢偷工减料。中途有人靠近过锅吗？食堂人来人往，我哪记得那么清楚？刘大力，42岁，家住南食道街72号，妻子李梅在利丰米店工作，儿子刘斌，食道街小学5年2班。郭总，您查我家里人干什么？这是员工档案，不是威胁。我要提醒你，你有妻儿，有家庭。今天这件事如果是你做的，你现在坦白是配合调查；如果替别人顶罪，害的是你自己，也会拖累你家人。刘大力，现在现场记录仪开着，你可以如实说明情况。若涉及投放有害物质，性质很严重。我说，你刚才说有人给你钱，让你把东西放进木须肉里，继续说。今天早上我来上班，路上有个光头拦住我，他说这包粪末只是让人拉肚子，不会死人，只要我放进菜里就给我10万块。所以你就放了？我一开始真不敢，可他说只是闹肚子，还说橱柜厂马上要换老板，我不做也有人做，我鬼迷心窍，真的鬼迷心窍。光头什么特征？左脸有一块疤，声音很粗，开一辆黑色面包车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钱呢？都在银行卡里，我一分没敢花。银行卡要一并封存。没问题。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在厂里干了5年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该求的不是我，是被你害进医院的工人。之后怎么处理，就交给执法局了。光头疤脸，应该不是临时起意，是郭达的人。这么确定？郭达手下有个跑腿的，外号巴老三，以前替他处理过很多见不得光的事。下毒停厂影响订单，1个月考核还没到，郭家已经开始动真格了。我不想跟他们斗，不想斗，也不能任人把刀架到你脖子上。爷爷1个月后就要走了，等他走了，郭家迟早散。争第一又怎么样？我从始至终想要的只有橱柜厂。可以不争第一，但绝不能垫底。为什么？直觉，老爷子这场考核没那么简单。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，一家游戏公司的人事岗位已经喊好了，前3个月先学习，3个月后晋升人事主管，首席期2万，正式入职后3万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找好工作了。找好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陆晨，你在我面前可以坦诚一点，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很好，而且不累。真的不需要。那行吧。有些事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陆先生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，不是案卷，是公开线索和当事人授权范围内能查到的资料。说，孟欣曾经公开在社交平台控诉过孟博，后来删帖并改口说是情感纠纷，现在人在黑帽搏击俱乐部做活动主持。地址发我。已经发过去了。另外我提醒一句，这类事情很敏感，最好带律师，别刺激当事人。我知道，只谈不逼。涛哥，晚上陪我去一趟黑豹搏击聚落。有麻烦？不是打架，找个人谈点事情。好，我来接你。可能接触一名受害人，若他愿意，请准备援助和隐私保护方案。老虎哥，还是老位置吗？今天不喝酒，去下面搏击馆，1楼酒吧，2楼 KTV， 3楼酒店，地下是正规注册的搏击俱乐部，会员制，有裁判，有医疗会，别听外面乱传，这种地方鱼龙混杂，所以才更容易找到人。老虎哥，今晚方勇压轴。已经连续8场 KO 对手，今天是公开挑战赛，奖金10万。上次那个活动主持腰上有玫瑰纹身的在哪儿？欣欣姐吧，在那边休息。陆先生，我把他喊过来。不用，我过去聊。孟欣，你谁啊？我想跟你聊孟博。没兴趣。我不是记者，也不是孟家的人，
我只是想确认当年的事，你是不是被迫改口？我说了，没兴趣。想聊也可以。今晚公开挑战赛，打赢方勇，我给你10分钟。孟小姐，这玩笑开大了吧？不敢就别来问我的过去。正规比赛，签免责协议，带保全套，裁判和医疗队在场，不能击打后脑、喉咙和裆部。行。各位，今晚临时加赛，有人要挑战我们的8连胜拳手方勇。这哥们儿疯了吧？挑战方勇！方勇一拳能把他打到明年。公开挑战赛规则：3回合制，裁判叫停立即停止，双方确认。确认规则：不许违规攻击，听到停止必须停手。确认。成英雄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停！无骨折迹象，送观察室。一拳，方勇输了，挑战者获胜。现在可以聊了吗？跟我来。我不会逼你说任何事，你愿意说就说，不愿意我现在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替谁做事？我妻子3年前也差点被孟博毁掉，我想让她付出代价，但必须走正当程序。正当程序？你知道我当年怎么被逼改口的吗？所以我带了律师。你愿意重新说明情况，律师会保护你的隐私，也会帮你联系警方。你不愿意，没有人会怪你。1年前我报过警，后来孟家人找到我爸妈，说我要是不改口，就让我弟弟毕不了业，让我爸的店开不下去。他们还给了钱，我爸妈跪着求我说算了。陆晨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不是为了钱改口的，我是怕他们真的毁了我全家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孟博。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有用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只要证据链完整，他护不住自己。孟小姐你好，我是陈律师，你可以先签一份授权确认，允许我后续联系笔录，也不涉及任何交易。不用我现在作证？不用，你有充分考虑时间，我们会优先保护你的隐私和安全。我可以配合，但我要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如果我重新站出来，你们不能让我爸妈和弟弟出事。我答应你，也会让律师把保护措施写进方案里。谈妥了，他愿意配合律师。那孟博这回麻烦大了。还不够，孟博这种人不会只留下一条线索。陆晨，如果你真能让孟博付出代价，我欠你一声谢谢。不用谢我，你能重新站出来，已经很勇敢。陆晨真的是老头子的徒弟。名字和长相都对，不可能认错。爸爸还说要我们7姐妹都嫁给他当老婆呢。陆晨长得挺帅，又是老头的传人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嫁给陆晨也不是不行，但7个人都嫁给陆晨，我不同意。姐姐妹妹们也不同意，尤其大姐一听要把我们7姐妹交给他，直接回绝了。 7个丫头个顶个优秀，心气都高，这点我放心。我不放心的是陆晨，陆晨还没离婚？没吧？不过我打听了，陆晨跟老婆1个月后就要离婚。陆晨小姨子还说，到时候要把陆晨赶出国家，让陆晨去睡大街呢。想让楚家的女婿睡大街，真是太狂了。这个月多和陆晨接触，摸清人品，只要人品没问题，陆晨一离婚，柔柔就下手。妈妈，这是要抢女婿？那群老妮子，女儿拼不过就拼女婿。老头不正经，但本事1等1，老头唯一的弟子绝不会是窝囊废。总有一天，陆晨会涅槃重生，真龙飞升。到那时，整个江南谁敢嘲笑陆晨半句？诗文，你这空调开的也太低了吧？怎么感觉凉飕飕的？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讲的？讲什么？你的工作，你想怎么办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，真的不用你再费心介绍。这就是你说的工作？陆晨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找人跟踪我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一局我打赢了。你觉得我在乎是输赢吗？为了安排那个人事工作，我找了多少关系？1个月3万，足够你在江南过小康生活。你拒绝我可以，可至少找个正经工作吧。你缺钱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。用得着给老虎当小弟，还跑去打黑拳吗？你身上还有案底，就不能本本分分上班，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吗？诗文，你误会了。我希望你能为爸妈和妹妹考虑一下。打黑拳来钱快，可万一出事，爸妈怎么办？就算你打架厉害，万一哪天扫黑除恶把你抓进去了呢？你才刚刚出来，我不想你再进去。这里有100万，你可以不去我安排的公司，但我希望你做点正经事，拿去做小生意也行，只要不是违法的事。我简直比窦娥还冤啊！谢谢了，钱我就不要了，但我答应你，我绝不做犯法的事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暂时相信你，钱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，拿着。一会儿要去看爷爷，你也一起吧。哟，郭经理和陆先生可真大牌啊，每次都让我们大家等着。哼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进去吧。你们来了，接手郭家产业也有几天了，觉得怎么样啊？爷爷，我已经签了2个订单，这个月业绩肯定翻倍。我正在和招商局的人谈合作，成了以后，政府宴会都能放在咱们郭家酒店，地位直线上升。
你的橱柜厂怎么样？爷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他刚接手，工人就生病了，生化部门全去了，差点把厂封掉。是吗？只是食物中毒，已经解除封锁，橱柜厂正在稳定运行。小陈刚刚从监狱出来，恐怕很难找到像样工作，还有文文要照顾，我心里不安心，还是要给小陈一份产业。以后文文若寄托中航建筑，你们夫妻也能同心协力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赞成爷爷的意见。陆晨是我亲爱的姐夫，怎么能一点资产没有？拆迁部门油水丰厚，最适合了。陆晨一毕业就进了监狱，根本不懂打理公司。二伯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姐夫一毕业就为了姐姐蹲监狱，咱们郭家更应该报答他才对。这个项目必须给姐夫。老二，郭达说的有道理，郭家可不能忘恩负义。项目要是成了，1个月赚几百万是好机会。怎么报答陆晨是我们家的事，不用大哥操心。这是爸特意留给陆晨的项目，我们怎么能僭越？再说志勇已经有项目了，再接一个像什么话？爷爷，这个项目我愿意。好，既然接了，就用心去做。我累了，你们下去吧。你明知道这是陷阱，为什么要接？之前有好项目你不挑，现在爷爷挖坑，你竟然往里跳。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赚钱啊！这项目完成了，最少能赚几百万。你就这么缺钱？赚钱要稳扎稳打，基础打好了才能赚大钱。你这样急功近利，早晚会出事。郭志勇请客去吃饭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咱们一家人去庆祝一下。你出来后，咱还没一起吃过饭呢。姐夫不给我面子，也得给我姐一个面子啊。走吧。姐夫啊，你进去这3年，我姐一直在等你。现在你出来了，我姐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姐夫，我看好你。对了，这里招牌菜狮头鹅特别出名，一会儿点一只给你尝尝。这么好心。站住！你不准进，这里是高档餐厅，男士必须穿正装打领带。像你这种浑身上下不超过100块的乡巴佬，没资格进去。谁给你的权利？叫你们经理过来。美女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，像他这种乡巴佬，连在这做迎宾的资格都没有，别说来吃饭了。有些人天生就是贱命，吃路边摊就好了。贱命有贱命的活法，吃什么 A 式大酒店呢？小雅，别乱说话。什么贱命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更何况陆晨是我们的姐夫。你好，我们一家人今天吃个家宴，你看通融一下怎么样？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们可以进，他不可以进，这是 A 式大酒店的规矩。要不这样吧，姐夫，你在门口等我们一会儿，我打包一份狮头鹅给你拿出来。姐夫，一会儿你蹲门口吃，等点好菜了，我们就给你送出来。郭志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想请姐夫吃一顿好的而已，但他进不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少在这里演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。绕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是想看陆晨的笑话？有意思吗？大家都是亲戚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陆晨，我们走。小晨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啊，还真巧，又见面了。巧，这明明是缘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不是巧，这叫缘分。有缘的人才会一次又一次碰见，没听过吗？前生500次回眸，才换今生擦肩而过。咱们这都几次了，前世起码回眸上亿次。上亿次回眸，上辈子是扭头太多把脖子扭断死的吧？姐夫，这位美女是？姐夫，你们是郭家的人？我是郭氏集团的大公子。郭家大公子啊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小晨晨的小舅子。对了，你们来吃饭吗？怎么不进去？刚好我也吃饭，小晨晨陪我吃狮头鹅。他说我没穿正装，不许进。美女，这是 A 市大酒店刚定的规矩，陆晨是我姐夫，不让他进，我们也很生气。可 A 市大酒店规矩多，咱们得尊重。我让姐夫蹲在门口，我们进去点菜，再打包出来给他。门口风景也不错，望着风景吃 A 市大酒店的菜也算风雅。美女，你说是吗？早闻郭家大公子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就是不知道郭家大公子要请我吃什么呢？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只要你开口。可是 A 市大酒店的价格很贵嘛，我都不敢随便乱点，真怕乱点了给郭大公子造成负担嘛。拿着卡，这里有50万，这位美女小姐吃什么都算我账上。美女，这样放心了吧？郭哥哥好大方哦。那我们可以进去吃饭了吗？
这个郭哥哥英俊潇洒，灿若星神，看一眼我的小心脏就砰砰乱跳。和你坐一起吃饭很难为情呢。我想到办法了，郭哥哥不进去就好啦。小晨晨，我们走，今儿中午郭哥哥请客。站住！你这不对劲吧？拿我的钱跟别的男人吃饭，不行吗？你想请我吃饭，我给你机会了啊。你想得倒天真！就算我愿意请客，陆晨也进不去 A 市大酒店。这个门卫可以开除了。其实他第一天来还不算正式员工。是，这就开除，你可以滚了。陆先生，这边请。小晨晨，你想吃什么？这张卡里有50万，随便吃哦。你个绿茶，把卡给我！我是郭家大公子，你敢得罪我？你可知道这位小姐什么身份？她什么身份？不就是一个绿茶？听说过大小姐吗 ？A 市大酒店老板，楚家大小姐。她竟然是楚家大小姐！楚家大小姐会包养陆晨，凭什么？早知道昨天挨那一巴掌，我就该直接倒地上。陆晨怎么会和楚家大小姐混在一起？难道真像郭小雅说的，被包养了？诗莹，进来一起吃饭吧。郭诗文是你老婆吧？是的。姐姐，一起吃饭吧，今天有人请客哦。不了，我不饿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还剩半个月，半个月后一定离婚。你是这里的老板？当然啦，我还有很多产业呢。你要是跟我在一起，可以少奋斗80年。80年？那岂不是直接进棺材了？这鹅好吃，老头子应该喜欢，明天给他打包一份送过去。老头子是谁？你朋友吗？我师傅。哟，你还有师傅呀？你跟你师傅关系怎么样？我跟他的关系啊，我讨厌他，他讨厌我，我们互相不喜欢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表面上吵吵闹闹，但我知道他关心我，也认可我这个徒弟，我也很尊敬他。他救过我几次命，不只是我的师傅，还是救命恩人，是父亲。小晨晨，你那天说一位美女有血光之灾，是真的吗？美女？哪个美女？就这个。没看出来，楚小姐竟然这么关心一个陌生人的事。那当然啦，本小姐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。你讲的神神秘秘的，我好奇很正常呀。告诉你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不是讲了吗？人家姓楚，名义美人，大家都叫我大小姐。还真叫楚美人。这个美女印堂发黑，面带凶光，若不及时化解，1月之内必有血光之灾。那怎么化解啊？识人相脸，能探查到的东西有限，想破解，必须当面交流一探究竟。那如果不化解，她会不会死呀？这个美女不会是你的朋友吧？你先回答我嘛。此人面相富贵逼人，家中该是一方大鳄。正因如此，这一劫格外凶险，若不破除，必将香消玉殒。小晨晨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刷郭志友的卡。可以打包吗？桌上的菜全部做一份打包，狮头鹅要2份，跑腿送去橱柜场。另外预定10份狮头鹅，明天送去西郊监狱。好的，我们这就安排。新气屯钉子户谢家共有成员209个，家主孟秀莲。去新气屯等我。
二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刚刚陆晨跟我讲，说你有血光之灾，如果不破，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快点来一趟吧。你确定他没有开玩笑？当然确定，他又不知道咱们的关系，怎么会开玩笑？学艺不精的人多，毁了橡树名声。可陆晨去新启屯谢家了。我还是想不通，楚大小姐怎么就看上那个陆晨的？说不定就是看陆晨身强体壮，图个新鲜。那楚大小姐也太不挑了，连陆晨那样的废物都要。楚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刚刚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没有影响楚小姐用餐心情吧？我吃得很好。对了，谢谢你请客，这是你的卡。哎呀，郭少爷大方请客的样子好帅气啊！真的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是我见过最帅的人呢。楚小姐太客气了，陆晨是我姐夫，你跟陆晨是朋友，那我们也是朋友，请朋友吃顿便饭，花个几千块，不用说谢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可是这张卡上已经没钱了。没钱了？吃什么了？2个人能吃50万。本小姐吃什么？还要向你报告吗？没有，楚小姐误会了。困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，先走一步。对了，为了感谢郭公子请客吃饭，我送了郭家一份礼物。那就不打扰楚小姐休息了。郭家人不准入内，这事儿传出去，郭家还怎么立足？大小姐，大小姐回去休息了，请不要打扰。你他妈让开！我不信楚大小姐会为了一个小白脸跟郭家撕破脸。郭家在楚氏集团面前，你们狗屁都不是，滚！大哥，我不甘心。老子更不甘心，陆晨特么是在找死！我也不甘心，可他好像有毒，每次计划的天衣无缝，他都能翻盘。哥，要不再忍忍，等他和郭诗文离婚了再收拾他。不行，我现在一刻都等不了了。咱们弄不死他，可有人能弄死他。大哥说的是孟博。孟哥，猜我刚刚看见谁了？有屁快放！我看见陆晨和楚大小姐挽着手进了国宾馆，经理还说2个人是男女朋友。你特么说谁？楚氏集团大小姐和陆晨2个人手挽手，可亲密了。我就是气不过，论家境、样貌、学历、修养，孟哥你甩陆晨10条街，凭什么他能坐拥2个大美女？我还听见他说他根本不喜欢郭诗文，不离婚就是想看你吃醋生气。他还说等他腻了就跟他离婚，让你当接盘侠。陆晨，我要你死！孟博很生气，陆晨死定了。可是前2次孟博找陆晨麻烦，都被他逢凶化吉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。陆晨就是个小白脸，凭什么让楚大小姐倾慕？等着吧，人家玩几天就甩了。昨天我爸说，爷爷这1个月考核不只是选继承人，业绩最差的很可能要受罚。什么惩罚？不会要被踢出郭家吧？郭家这几年生意一般，人口又多，产业确实不够分。具体我不知道，但估计差不多。陆晨接了新启屯那块地，现在只剩半个月，别说半个月，给他半年也拿不下。郭诗门这次输定了。他不是自称商业天才吗？天天冷着脸拽得不行，4个兄弟姐妹里他最大，业绩最差。我要是爷爷，直接把他踢出去。等着瞧吧。谢家清朝时做过官，祖宅和祖坟都在这里。当年说这风水能保后人富贵，可现在谢家早就落寞了。人丁倒是旺，200多口，老太太孟秀莲带头，含钱他们不稀罕，强拆，老太太往门口一躺，玩黑的，谢家男人就抄家伙拼命。拆迁部换了10几任领导，没人搞定，所以爷爷让你接手，我才反对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是个坑，郭家所有人都等着看笑话。坑不坑，进去看看才知道。
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是重行建筑的，来找孟老太谈谈拆迁的事情。重行建筑，拆迁？你就是郭家的废柴女婿陆晨？郭家的废柴女婿陆晨，孟公子，人来了！谁让我来的？你管不着，不用问了。他叫白笑，江南市跆拳道协会会长。这边站着的全都是跆拳道协会高手。老子就是要搞你，搞不定谢家，你的任务就完不成。到月底考核，你和郭诗云就得垫底，郭家的资产你一分都拿不着。到时候你们一家都得流落街头，郭师们也会跟你离婚，让你一无所有。你想强拆？陆晨，你拿什么拆？哈哈哈哈哈！一群跳梁小丑，你可真狂啊！有种就踏进谢家大门，看看你嘴里的跳梁小丑怎么弄死你这个垃圾！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这个杂碎就休想踏入谢家半步，找死！腿飞这么高，也不怕扯了跤。你刚说什么？不准我踏入半步。我操，这真是人吗？一个人打翻20几个人，不是说全都是拿过奖的跆拳道高手吗？这就是高手！陆晨，你敢打我的人，信不信我？新启屯谢家祖宅有人带人闹事，打10几个人，快派人过来！我不仅打你的人，我还打了你。皇所，我在新启屯出了点事，有人打我，还想强拆谢家，你最好亲自来一趟。废话真多。你要干什么？老人家，不知可否与您谈一谈？老人家，咱们谈好了。皇所，是陆晨打的我，马上把他抓起来！现场这些人是不是你打伤的？我动手了，但他们先围堵，先攻击，我是正当防卫。谢家门口有监控，周围也有目击者。目前有人指认你动手伤人，在场双方当事人都需要跟我们回去做笔录。陆晨，你不用挣扎了，你一辈子都别想翻身！回所里接受调查，皇所，我们愿意配合。放心，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，所有涉案人员一并带回，分开询问。皇所，程序我们懂，但陆晨是谢家的客人，在谢家老斋出的事儿，于情于理，是不是也该等谢家的人到？王队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这里发生多人伤害警情，我有权了解现场处置情况。我问你，急救通知了吗？现场监控封存了吗？双方人员分开询问了吗？记录仪全程开启，急救已通知，监控正在调取。刚才双方情绪激动，正准备分开。好，务必客观公正，不遗漏任何证据。他就是打人者，陆晨。你是楚美人的朋友？你打架了？没有，陆先生，现场有人指证你动手，我们正在搜集物证和其他旁证。那些人证是谁？全是孟博的人，口径当然一致。如果他们算证据，刚刚打架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没看到。你们瞎了吗？刚才就在旁边，敢说没看到？没看到！操！跟老子装瞎是不是？孟先生，威胁恐吓是犯法的。根据现场口供，的确是您聚众斗殴。孟先生，请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王队，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处理，你能稍等我一下吗？好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陆大师，您是怎么看出谢家风水隐秘的？走进新启屯，我就发现谢氏府邸外墙刻满花朵，牡丹最多，花不止好看，最大的作用是招财。祖宅地砖看似相同，实则一暗一明，对应阴阳。地下死人，宅上活人，也对应阴阳。门前宝剑为金，外面2棵老树为木，地下暗河为水，院里2宗丹炉为火，祖宅后小山为土。但上百年过去，谢家却一代不如一代。我说的可对？全对。陆大师，您说我们谢家到底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呀？风水阵本是好的，可出现了一丝偏差。什么偏差？伤了谢家祖坟。
您是说老祖宗的棺材被淹了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水气太旺，已经腐烂。您不会是为了让我们拆迁，故意骗我们的吧？五行水旺，阴气过盛，阴灵受损，阴阳失调，风水震破，反噬其身。地下暗河这些年不断扩大，水位上涨，湿气加重，伤了谢家祖。不信，可以挖。地下12米，一座棺材；地下9米、13米，各有一口。这里，地下5米、10米，各有一口。陆大师，您可得帮帮我们啊！先挖挖看，若信我，就把协议签了。在原有补偿基础上，我替谢家另寻一块风水宝地，重新安葬先人。想好了，给我打电话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挖呀！您说我有血光之灾？转过来，我得仔细看一下。这女人，这么久还没看出来吗？天光焕诞，杀星闪烁，是猛虎出笼之凶兆。说人话。简单来说，你惹上了一头猛虎，那东西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，想把你咬死。如何破解？1个月内，天黑以后不能出门，尤其是4号、14号、24号这3天，避过去，危机自然解。限制未免太大，晚上不出门怎么可能？不过还是多谢你解惑。3个月前，我盯上一个贩卖人口的组织，最近刚有线索，加班通宵都是常事。这是我做的平安符，挂在脖子上。多谢。是我该谢你。今天要不是你刚巧过来，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。你放心，黄海涛今天的处置流程我会交督察复核，该承担责任谁也躲不了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陆先生，我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回去了。等一等，王队长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楚大小姐告诉你她叫什么？楚美人啊。那你叫我孟美人吧。这妞真漂亮啊！你喜欢？美女谁不喜欢？不过人家地位高，咱这种小百姓配不上喽。谢家的事儿怎么处理？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他们会签字的。走吧。哥，你可以给我转3000块钱吗？你怎么了？我骑车去学校摔了一跤，被讹了。他们说要赔3000块的医药费，还让我在马路上罚站。在哪里？把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去。小雪别怕，跟哥走。哎，人不能走啊，事儿还没解决完呢，撞了人就想走，没这么便宜的事儿。让开！怎么想动手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一片都是我们哥几个罩着的，今天不拿出3000块医药费，那就在这站一下午赔罪。小妹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骑车好好的，他们突然从路边冲出来，我吓得车把一歪就摔了。他们非说我吓到人了，要罚我3000块，还让我举着旗子站在这儿。哼，大白天当街寻衅滋事，讹小姑娘的钱，胆子倒是不。既然说受了惊吓要赔偿，那咱们直接找人来定责，该赔多少我们一分不少。但要是故意讹人，咱们也好好算算账。怎么不敢等人来？还是说需要我把你们几个的脸都拍清楚，交给他们慢慢查？算你们狠，这次算我们倒霉。跑得还挺快，陆先生，我带人去追。不用了。小雪，对不起，哥来晚了。走，先去诊所把伤口处理一下。
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哥请你。我想吃冰淇淋，好久都没吃过了。冰淇淋？行，咱们就去吃。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吧。哥，你跟嫂子进展到哪一步啦？小孩子家的，乱问什么？人家好奇嘛。你跟嫂子刚结婚就分开住了，你走了这么久才回来，现在也住在家里，你们这样感情怎么能好呢？嫂子是女孩子，性子偏内敛，你可以主动一些啊。那我要怎么主动？吃饭、逛街、送礼物？这些都太普通了。那什么不普通？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呗。你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多说说贴心话，多花时间相处，一起做些日常小事，感情自然就热络起来了。我看书里都说，走心的陪伴才是最能拉近人心的。等你们慢慢熟悉彼此，多关心对方，感情自然会好起来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嫂子对你不满意。小年纪，脑子里净装些乱七八糟的。我哪有乱七八糟？我就是想让你跟嫂子好好的嘛。你走了这么些年才回家，我怕你们俩生分。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喂，请问是陆永恒的家属陆晨吗？你的父母出了车祸，请你立刻来附属2院一趟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我和你妈刚从家里出来，准备去橱柜厂，结果就被一辆货车给追尾了，车都被撞形碎了。幸亏你妈我俩福大命大，没出啥事。我去交医药费。陆先生，我找人查了一下，那些小混混和撞伤叔叔阿姨的人，全都是孟博安排的。孟博，夺妻之恨，杀父之仇，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，才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上脸。你真以为你就能逍遥法外了吗？陆先生，他毕竟是孟家公子，咱们只能教训教训，警告一下。如果真的把他给杀了，孟家会让咱们从江南市人间蒸发的。派几个信得过的人陪在我父母和妹妹身边，另外再去帮我调查一件事。诗文，听爸一句劝，抓紧时间和陆晨离婚。他竟然连谢家的拆迁工作都敢接手，摆明了是要坑你一把。离婚了才不会被他拖累，才能够拿下考核第1名，分到更多的家产。不离婚也行，那就找个人把他撞死。总而言之，绝对不能让他影响你的考核成绩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一开始那么多赚钱的产业任他挑，可他什么都不要，结果现在他竟然接了谢家的拆迁工作，他不就是想坑你吗？依我看，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你养他都不如养一条狗，至少狗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诗文，你妈的这番话虽然有点冲动，但说的不无道理。我们不求陆晨像孟博一样拉我们一把，但至少也不能3番5次的给我们添乱。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这些年你为陆家付出了多少，就算3年前你欠陆晨的，也早就还清了。诗文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不为我们俩考虑一下吗？我们年过半百，郭家扫地出门，你让我们去扫大街吗？你们怎么知道陆晨一定会失败呢？说不定他已经和谢家签订好了拆迁协议。就凭他，为了搞定谢家，中航建筑用了多少手段，断水断电找人强拆，给钱给房找人送礼，结果呢，还不是不同意。你自己也去过谢家，应该很清楚难度。他要是能签下谢家的合同，以后你爱离不离，妈不管了。你别忘了，除了谢家以外，他还得防止郭志勇和郭达在暗中搞鬼。别说他一毕业就进了监狱，一点工作经验没有，就算你我父女联手，也只能败兴而归。你就别做梦了。你还有脸来我家？赶紧给我滚蛋！谢家答应拆迁了，这是合同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把拆迁的好处说了一下，他们就全都答应。不可能！你这样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搞得定谢家？这合同肯定是假的。合同真假，给谢家打个电话就知道了。只要不出意外，考核的第1名就是郭诗莹。好女婿，爸就知道你肯定能行。一会儿让你妈做几道菜，咱们爷俩好好喝一杯。现在陆晨有了业绩，考核前不能让他们离婚，明白吗？就让他再得意几天，等考核结束，立刻就让他们离婚。留下来吃饭吧。不吃了，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朋友在外面等我。这辆车多少钱啊？落地200万左右。在哪里买？4S 店有卖吗？这种车都没有现货的，想要买的话需要提前预定，光定金就需要100万。你确定要买？
确定。你不是认识老虎吗？让他带你买去吧。小晨晨，你在哪里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不是说要来医院看我姥姥吗？怎么还没到呀？我现在过去，大概半个小时。难怪有底气买大 G， 原来是有富婆撑腰啊。陆晨，半个月后，爷爷会举办郭氏集团的50年庆典，到时候他会宣布受这次考核的结果。等到庆典结束，咱们就去离婚吧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们都必须离婚。放心，离婚时我会再给你一些补偿，而且橱柜厂也会一直聘用你父亲，不用担心你们一家的花销。好聚好散吧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们都必须离婚。放心，离婚时我会再给你一些补偿，而且橱柜厂也会一直聘用你父亲，不用担心你们一家的花销。好聚好散吧。半个月后，记得带着户口本过去。